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们今天仍然在台东市旅行，今天要来造访台东市最大的日式宿舍区——北町日式建筑群。这边的日式宿舍大概有10几栋吧。日本时代台东市的北町是日本人主要居住的地区。这附近有台东高等女学校、台东中学校，还有台东接力公务员的宿舍。我后面这整个区域都是当时的日式宿舍区。后来台东县政府将这些日式宿舍整修完毕之后，2024年经由公开招标，由云朗集团接手。现在在这里有一些食宿空间，包括各式各样的餐厅，还有青年文创旅店。这栋日式宿舍现在是北町东饭屋，现在还没开始营业。这栋还没有整修。根据资料，目前有11栋历史建筑已经整修完毕，委托云朗集团经营。这是北町的范围。刚算了一下，这边标示出来的历史建筑就有20栋。这是台东女子高级中学，日本时代的台东高等女学校。这是2棵老樟树。前面那边有一栋日式建筑，北町日式建筑群。这是北町日式建筑群，以委外经营为独栋丁屋与文创青年旅馆，称为宝山丁屋，包括7栋独立日式丁屋及1栋设有10间雅房的青年文创旅馆。独栋的日式丁屋则有2人、4人、6人至10人的住宿规格。这边的日式宿舍区还有人定居。哦，这是公共厕所。这栋建筑就是北町东饭屋。宝山是台东市的古称，源自阿美族语或卑南族语，是指小山丘的意思。称呼源自台东鲤鱼山的地形。宝山位于卑南溪出海口南岸的平原，是清代汉人进入台东最早建立的聚落。北町日式宿舍群，这是我第一次造访，人生地不熟，我就随意逛逛。那我老婆已经不知道逛到哪边去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待会再碰面好了。我进入这边另外一个区域，这里有一棵老树，两边的日式建筑都已经整修完毕。这一棵是老家冬树。宝山丁屋。
这个区域是台东市最有日式氛围的日式宿舍群。这边还有2栋日式建筑。这里又有一栋宝山路404巷23号。我现在是走到宝山路404巷23号。404巷23号是作为台东客家学堂。我老婆出现了，我们在客家学堂。好热啊！我们在客家学堂团圆呢。我老婆带来的冰咖啡。外面天气很热，不过凉亭里面非常凉快。今天台东市有风。我们现在走往保定艺文中心，门里有那个符号的，就是住宿的旅店。住宿在这里，里面还有一片草地可以散步。这是没有整修、已经荒废的日式建筑，所以当初如果北丁日式建筑群没有整修的话，那么今天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模样。台湾各地有不少日式建筑，现在都是这个模样。隔壁这几栋还有人居住，不过现在住户应该已经迁离了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公告。保丁艺文中心，这里有开放参观。保丁艺文中心，哇，一整排的日式建筑。日本时代台东街的行政区域分为5个町，分别是北町、南町、新町、龙町，还有保町。那这里是保丁艺文中心，不过有文史工作者考证说，保丁艺文中心这里位置其实是位于北町，而不是保丁。我们现在要进去艺文中心参观。这里有1栋独栋独户及3栋6户日式建筑，兴建于1937年。其中独栋独户为台东街街长官舍，其余3栋为台东街艺厂接力官舍。战后由台东市公所接管，作为公务员宿舍。2002年展开修复工程。整修期间，有木匠的故乡之称的日本岐阜县古川町，曾派遣2位资深木匠前来协助，并提供修复经验。整修后的这几栋日式建筑，作为保丁艺文中心。这一栋曾经是台东市长的官邸，更早以前是日本时代台东街的街长官舍。那旁边是第2馆，那更前面刚刚参观的是第3馆。保丁艺文中心这一排总共有4栋，第1栋就是台东街长官舍，现在作为1馆，然后这是2栋，第3栋，然后第4栋现在是没有开放。上栋这是上梁日期。昭和12年，1937年，由日本长谷川株式会社承建。这是日本时代台东街长赤松23全家福。
赤松二三是日本时代最后一任台东街街长，战后被遣返日本。2006年2月，赤松的3位子女受邀前来台东市参加市长公馆修复启用典礼。已经高龄的他们回到这里，重温他们童年的回忆。参观完市长官邸，这是2馆，就进来参观一下。刚刚在这边询问了一下工作人员，才解开了我的疑惑。因为我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发现这里有北町、有保町、有保生町，所以有一点点混淆。那事实上，这整个区域都属于北町。那这里为什么叫做保町艺文中心呢？因为工作人员说，早期这里有一家咖啡店，就取名叫保町，所以他们当初在这里设立艺文中心的时候，就直接用保町艺文中心。而且北町这边的日式建筑群，事实上是有2个管理单位。保町艺文中心这边是由台东市公所负责的，那另外那边是台东县政府负责的，主要是以前这边的学校宿舍区，包括日本时代的台东中学，还有台东高等女学校。后来台东县政府公开招标委外经营，由云朗集团得标，云朗集团就在那边经营食宿空间，那也把那个地方命名为保商町。那所以造成我的混淆，因为日本时代这边整个的日式宿舍区都是位于北町，北町日式建筑群应该有超过20栋，包括还没有整修的部分。那这个地方让我非常的惊艳，推荐给大家。那我们今天的北町日式建筑群之旅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，欢迎您点选网址，打开地图，作为旅行的参考。